好啊，现在应该已经上去了，应该已经上去了。它会自动录 OK，制对吧？啊，对对对，它自动是录到这个 YouTube 已经开始了。好啊，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1日啊。那个以往呢，我这个大妈深夜乱谈呢都是10点42，但今天呢是这个应预约者啊，Jason 啊，他呢就是说要8点钟，那我们就8点钟没问题，这个很随意的，是私人频道。那么今天频道呢跟以往呢也没什么不同，先是呢介绍一下嘉宾啊，那么他还专门提了一下，因为有可能呢他的友人也会看这场这个直播的这个叫复播，那么我也得自我介绍一下。那么就我们双方先3句半介绍一下，哎，我是谁，在哪，今天来是主要什么目的，或者说是是什么角色。然后呢，他呢就是把预约的想跟我们分享的事儿，分享什么事儿呢？就是准备在今年拍抗大会上，拍抗中国大会上专门进行的一次对于 Hedy 啊这个点挖机这个教学平台的一个推荐。然后呢，这个相互提问啊，接着呢就是看大家有什么现场的问题。OK， 好，这是今天的流程，还是1、2、3没变。那么我先来3句半。那我呢就是这个频道的主理人大妈啊，大妈的多重宇宙。那既然是多重宇宙，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可以讨论。那我人呢是在珠海，今天的主要的角色呢，第一是主持人，第二呢是学习者。因为 Hedy 呢是这个 Jason 专门推荐给我的，我就是用了没多久。那跟以往他这个 Scratch 啊，还有这个就是还有 Python 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学习或者说这个在线运行的这个平台里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待会儿呢会追问他，会追问 Jason 啊，情况是这样。好，3句半，那 Jason 你来。好，谢谢大妈的邀请。我英文名字叫 Jason， 大家就叫我 Jason 就可以，因为是来自于我的中文名字建松的简称啊。我的中文名叫殷建松，您可以在网上搜我的名字。我是浙江人，但是呢，我上大学就来北京了。后来呢，主要在 IT 行业吧，在中关村，所以，我20年前就在微软做产品经理，Windows 2000是我发布的啊。后来我又去投资公司，对，就是叫 IDG， 可能大家听说过，也算是美资，就中国最早的美资的风险投资公司做战略咨询。然后后来08年吧，在浙江创办了一个艾灸推门玩具店连锁，然后我这个项目基本上财富自由了之后呢，我就回到了北京，来到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啊，在清华经管学院的 X Lab 创业实验室做创业导师。我觉得 X Lab 这种模式特别好，所以呢，我正好也想办一个创业大学，所以我就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办了叫校园 VC，10年帮助100万大学生创业啊。所以最近的从16年到现在吧，有7、8年的时间，我主要在做大学生创业，是在给学生们教数字创业课啊。这是我的介绍。OK， 好啊，好，那么就是现在呢就可以开始你主题分享啊，说一下就是但是我想先补一个先决。现在呢说了我们2个人在这儿呢聊的这么热烈，但实际上是一个是 Jason 啊主动找我来约的啊。那么就是因为在 YouTube 上你可以进行直播聊的这个前程序员嘛，真的我说的是前程序员，我现在在这里刚刚不说放弃，停止这个全职开发3个月啊，这种人很多。那为什么突然从哪儿找着大妈，又怎么突然想起来要约我的呢？是这样，这是因为对，我是在就是学习这个 Hedy 这个平台，也在用它做教学啊。然后我感觉这是个好东西，所以呢，我就给作者写了邮件。作者呢，中文名叫费利安啊，英文名叫 Felina。Felina 呢，他给我回邮件了，然后我跟他来回了几次通讯了之后呢，我就主动跟他说，我可以帮你在国内找一些志愿者。那找志愿者来推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PyChina 啊，因为以前我有大致的了解，就没有那么细看。但是我到了 PyChina 上面之后呢，哎，我就从 Funnel 就是它里面的介绍里就看到了大妈了，然后我就点过去，点到您的网站啊，包括 YouTube 啊，包括 Twitter 啊，我都看了啊。所以我就感觉要在 Python 中国的这个圈子里来推广 Hedy 的话，最好就找您了啊。所以我就发了邮件给，是这样。是这样是吧？OK，
好好好，那所以这个都是过往啊，就是嗯过往的行为啊，都是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好，那这谢谢。个非常感谢，这个也是以往啊，同样的是对 Python 或者说对分享比较热衷，这才导致最后啊这个选了我。好，非常感谢。那行，那开始你今天的主题分享。好的，我先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自己呢不是学计算机的，但是我对学计算机非常感兴趣。在微软2000年发布 Windows 2000的时候，我的同伴们有一些，比如说清华的计算机系毕业的同事啊等等，但是他们对软件的这种热情还不如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学国际贸易的，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89到93年本科学的国际贸易。所以我作为一个商科生呢，我其实对软件是特别热爱。我觉得用了软件了之后，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啊，这是工作者的效率。所以我当年在微软呢，我就会写了很多文章去介绍，比如说中小企业信息化怎么做啊等等。现在网上还能查到当时我写的一些 PPT，都已经23年以前了啊。所以我是个软件的爱好者啊。然后我当年在微软发布 Windows 2000的时候，邀请了3000个人到中国大饭店听我的演讲，给他们讲的好像每个人都给他发了一杆枪，让他出去打人一样。就是我对这个产品的这种热情非常的感动人，所以我给自己定位叫布道师啊。然后我现在在教学生呢，数字创业。什么叫数字创业呢？简单来讲，就是想把他们带到做数字化产品这条路上来啊。对我来讲呢，简单的开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一个抖音账号、B 站账号，这只是内容创业，还是比较内卷，就或者说天花板比较低吧。所以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像张小龙这样的去开发一个自己的产品出来，不管是微信小程序啊，还是一个 APP 啊，还是像比特币啊、加密货币这样的一些项目啊等等啊。总之就是软件，我认为是今天每个人都要掌握的。虽然我自己不是学编程出身的，但是我认为 Python 很重要。我经常跟学生说，你要学好2个武器，一个是 English 啊，英语要好啊，所以我平时工作啊、学习啊都是用英语的。然后呢 Python 啊，就是我认为 Python 很重要。那么之前的话呢，我教比如说普通的小孩子啊，跟我学编程的话，因为我在浙江创办的那个公司叫爱就推门，后期我们也做过了一些儿童幼教方面的事情，所以对 Scratch 比较了解，就是积木块的那种编程的方式。但是 Scratch 呢，看上去还是像一个玩具嘛，就是它跟那种程序员真正用的一个字符界面，然后打字符的那种方式比起来，感觉没有那么高科技吧。但是我自己要自学 Python 呢，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啊。这困难呢，比如说标点符号啊、换行啊、空格啊，就是一些很细微的东西。所以我听了费丽娜的演讲啊，因为我是看了她的书，叫做《程序员超强大脑》，图灵出版社最近出的这本书。哎，我觉得受启发挺大的。他就把人的大脑看作一个计算机，当你在阅读代码的时候，你是需要有长期记忆、短期记忆，还要有 working memory 等等啊，就是跟计算机是很相似的。就他在这本书里教我们怎么样去阅读代码，怎么样去思考代码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受益很大，所以我关注了他的公众，他的这个油管的频道啊，包括 Hedy 这个产品啊，也是他费丽娜这个荷兰的教授他研发的。为什么他会研发这个产品呢？是因为他作为大学的计算机教授，在社区就是他们的小区里面挺受欢迎的，所以小区的孩子们呢，就在周末的时候邀请，就是有人组织啊，就爱好者就邀请他来给孩子们讲课，都是10岁啊、11、12岁这样的孩子。然后呢，这些孩子学不会 Python， 虽然 Python 是很简单的，但学的时候遇到各种挫折。然后费丽娜呢就想这个事情啊，肯定不是孩子们的问题，他们那么有热情，周末放弃了休息来跟我学习，他们学不会，是我们这里出问题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编程的时候，你需要聚精会神，你需要全神贯注，连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但是正常的一个孩子，或者像我们现在的文科生啊，他可能对标点符号没有那么的关注。比如说像我们在电脑里面是中文标点还是英文标点，对计算机来讲，一个逗号到底是全角的还是半角的，很多普通人是分不出来的。有些大学生对，这个我能插一句吗？分不出来的原因啊，
还就是怎么说呢？我得吐槽一下，是微软的坑，微软的坑。因为微软它那个对字体啊，的默认字体它本身呢，比如说你在微软系统里默认都是宋体啊，那宋体里头呢，它全角的逗号啊、引号和半角的几乎是一样，很难看出来。我也是很后来吃了很多亏之后，后来才明白这味儿，然后专门安装了专门针对于这个编程优化的字体，后来才能够非常明显看出。但是这些细节像你说的一样，小朋友也好，或者刚开始接触这个人绝对想象不到的啊。好，以上您继续啊。啊，所以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因为我不是教计算机的老师，所以很多文科生甚至一些体育生、艺术生，他们跑来就很担心的问殷老师：“我能学得会吗？”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被劝退的。是在荷兰小区里面，对吧？教志愿者做，所以呢，他作为一个计算机教授，他就研发了这么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在你正式进入到 Python 的编程环境之前，给你一些相当于一个就是小孩子走路之前，先有一个练习走路的那个圈的那个小车是吧？对，有个小车套着你，对吧？这样的话，你走起来蹒跚一点没关系，不会摔倒。它是起到这么一个辅助作用，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事儿，尤其对你我都快50岁的人，我都已经50多岁了哈，我们对这个事情已经都习以为常了，或者觉得很自然。但是呢，小朋友们，尤其是我面对的倒不是小朋友，而是针对一些文科大学生，他们都会很怵这个事情所以我对这个平台我是觉得还不错的，所以我用了之后呢，我就把它放到我的课程里面来，作为其中的一个节我有专门的一个课讲自然语言编程的，然后我对那些想进一步学习的人呢，我会教他 Python， 比如说大妈你也推荐过那个笨办法学 Python 等等，但是呢，有些人比如说他没有那么高，就是全神贯注、聚精会神的这种能力的人，先要用一个 Hedy 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他先习惯一下，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就相当于一个婴儿学车的这个助步器一样。好，那我既然说了这个平台呢，我来给大家 screen share 一下就来分享一下这个平台。好，可以看到我的电脑吧？我得给你分享出来。OK， 好，那现在呢，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叫 Hedy.org，Hedy 来自于什么呢？不是，你现在分享的是把你的这个我们这个 StreamYard 的这个给分享了，你分享错窗口了，得分享到你那个Hedy 那个窗口。好，我重新来一下。那我分享到 Hedy 的这个窗口，可以吧？我看我给它加进来。哎，对 Hedy， 对，好。对，我先说一下你怎么来访问就是 Hedy.org 这个很好记，那么它是一个公益组织，所以用了 .org 的域名。然后不对，稍微待会儿，你分享的是一个你可能是分享了一个你分享了一个标签页，你应该分享一个窗口。现在我看不到你刚刚说的那个叫地址，就是那个那没关系，我什么的是看不到的。我现在只看到你这个标签页里头的这个 Hedy 这个页面，其他啥也看不到。明白，用这个标签页就够了我就说一下吧，就是你要访问的话，就是 Hedy.org 那么对这个 Hedy 的名字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一个好莱坞的女演员，也是一个就是科学家吧，计算机科学家。然后呢，为了纪念她，所以 Felina 呢把这个产品的名字命名叫海蒂，就 Hedy 然后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它的首页呢就是介绍了这个产品具体是做什么的。简单来讲呢，就是为 for the classroom， 就是在教学的过程中你可以用的一个文本的编程的环境比如说 print hello 这么一个环境。它是个浏览器里面的软件，就你不需要安装任何东西，完全是云端的编程。好处呢，就是让你的这个文字编程变得简单。然后主要的3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可以多语言，它目前是支持了47种语言包括比如说像，因为 Felina 是那个荷兰人所以 Dutch 就是荷兰语 ，Spanish 就是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中文中文还有简体和繁体2种，以及呢印度语等等都可以。如果你的语言目前还没有，你也可以加入进来把你的国家的语言放进来，可以有不同语言的这个界面吧这个是它第一个优点。甚至呢，你看打印 print 这个词都可以写成中文的
这样呢就语言特别的友好，还阿拉伯语是从左到右的它是从右到左的，它都可以支持啊。然后呢，它是 step by step 的，这是它的一大优势，就是它设计了一共有18个 level， 就18个级别。那每个级别呢都是从最简单的就一点点加上来的。因为范丽娜她觉得为什么小朋友能够学会读写呢？因为计算机软件本质上编程呢就像是一个读写的过程。那么小孩子在最开始学习怎么样写作的时候，他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甚至没有首字母大写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所以呢，他就构建了这个 Hedy 的平台呢，使得他可以随便写，就是你不需要顾虑这些细节甚至呢一些报错信息都是优化过的，就让小朋友能看得懂或者说文科大学生、文科小姐姐能看得懂不用担心自己一下子就陷入一个无助的境界就它是 step by step， 一共呢，在你正式使用 Python 的环境之前有18个级别，这18个级别呢，你可以很快速的走下来。也可以呢，就玩里面的一些小的 adventure， 就是一些历险，相当于练习题吧然后呢，它也是为教学来准备的，就这是个老师 Felina， 然后下面呢有5个孩子有不同肤色的、不同的年龄的，基本上初中生就可以用这个了然后我现在针对文科大学生也是可以的减少他们对技术的那种惧怕吧然后里面提到了它是不是免费的确实。它是在 GitHub 上开源的如果你要编程等等，你都就是或者是你可以帮他去修改源代码或者是你可以加入进来成为一个志愿者，帮助去翻译界面，而且你不需要安装任何东西，你也不需要之前有编程的经验，老师也不需要有编程经验。好，这个是它的介绍。然后呢，我们从这里点击进来，或者从这里 try it 进来了之后呢，你就进到了像我已经到了 level 3了，那我不要在 level 3，比如说我退回到最简单的 level 1 level 1。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界面，在 level 1里面呢，它有不同的这个，大家看到吗？就不同的这个 tab， 这些页面呢颜色是不一样的上面的这个色块是不一样的。像这个红色的色块呢，就是一些命令，它这里教了你 print 这个命令这个是 ask 的命令然后呢这些呢就是 adventure， 就紫色的呢是 adventure。这些 adventure 呢，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是可选的，甚至老师呢可以创建自己的 adventure， 就是一些游戏。然后如果说这些你都玩过了，那么你可以进到这里，就是一个考试题这是一个解谜题。你做完了之后，你可以进入到这个测验题。测验题大概有我忘记了，大概那个解谜题是怎么做的呢？我之前在这里头就是这没过去，我还以为我可以输入，但是结果没法输入。我来演示一下吧我先来演示这最开始的地方，就 print 这个命令你在后面可以写任何东西，比如说你好然后我 run 这个代码，它就 amazing就是给我一个反馈，然后右边呢就出现了这个相当于 console， 就是这个屏幕嘛这就是它的基本的使用。然后呢，关于这个 puzzle 呢，其实它是个移动的状态，就是说它给你描述了一个情况，就是你现在呢来到了一个面包房你是一个客户然后呢你进到面包房，然后被这个面包师欢迎了，然后他问你需要什么样的派然后呢你告诉他你需要什么样的这个面包或者叫饼吧然后呢他会 repeat 你的 answer 给你然后最后呢你的 order 就准备好了。好，那么你要达到这么一个 puzzle 的这个效果那你要把这些东西拖拉拽下来。第一个呢，你是把 screen 拖下来就行。我就说我输入也输入不了，没法操作，要拖进去是吧？那就明白了。对，那它叫面包房，这个就是把不同的面包放到正确的地方，它就能运行。对 ，drag 就是拖的意思，把它拖过来就好。drag 然后 welcome 这是第一条，对吧？然后呢，对方就会问你 what type of pie you want 然后呢比如说你现在回答他了 ，ask 就是需要你 input 然后你回答了他之后，然后他会 echo 呢就是回复一下你需要的是什么，最后呢就告诉你这个 printer 就你的 order 就 prepare 了。好，我们现在来玩这个小游戏，它就可以 run 了。我进去了之后，然后这个 baker 就问我什么样派，我比如说 apple pie 对吧？我就回答这个 apple pie， 然后我 enter 之后然后他就 repeat you want apple pie your order is be prepared 就行了如果你做完这个就可以到来。这个界面也可以是英文的喽，对吧？就是对，所有这些你都是可以改变的
我现在在教师状态，学生状态明白，就是你是教师频道，所以没有切换的，明白。对 OK，对，学生状态是可以切换语言的。然后呢，我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切换的，就我在 account 里面切换，就我的个人的 personal setting， 这里面呢，我 prefer 的 language 我可以选中文，但是这个需要 update 我的 profile。那么中文呢，它现在翻译了60%-70%，还没有完全翻译完，所以我平时用对。但大概的概念呢，就是说你这个 level 1结束了之后，然后呢，你就可以到 level 3，到 level 2。但是我也可以直接跳了，我也直接可以，如果有盲目自信的话，对，直接跳到后面去，只要答题通过，认为你这个 level 通过了，是吧？这个呢是教师可以来管理的。我现在是教师账号，我可以随便到任何一个 level。但是呢，学生在真的玩的时候呢，教师是可以设定你是必须要完成到哪些adventure 你才可以进到下面，就教师是可以管理这个课程的。对 ，OK， 好，那这个学生的体验就是这样的然后比如说这个呢，红色的卡片就是告诉你一些命令，相当于课程吧。然后呢，这些呢是练习题，就是紫色的这个呢 language， 这是个练习题，这个是练习题这些叫 adventure， 这个 adventure 你是可以自己配置的。然后我来给大家看看教师的手段。首先呢，教师呢可以通过邀请码等等这样的方式呢，可以组建一个班级。这个班级呢，就这些就是我的就是学生，大概有6个学生。每个人呢，去年的8月份的时候，就去年这个时候呢，他们最高的做到了10级最低的呢做到了2级，或者有些人还没有开始然后他 run 了多少个 program 等等这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些 statistic， 就你可以看这些统计然后呢这个统计的很细的就是说当然我没有看的那么细，你可以需要的话是可以看得很细的，就每一个 level 到底大家进展的怎么样，甚至你可以看到他每个 level 他提交的东西是什么，他都记录下来所以他这个为教学做的还蛮好的。好，然后呢我再回来呢，我这里可以设计我自己的完全，就相当于每一个级别一共18个级别嘛，我可以插进去我的一些练习题，可以是一些趣味的一些练习题这是老师可以自己设计的。然后呢，它每一个级别呢，它都给你提供了 slides， 这个 slides 呢，我点击之后就可以打开打开了之后呢，改为分享打开之后是另外一个 table 直接跳过去了 OK。 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我是可以就摁快捷，我就摁这个空格键，它就可以一页页的往下走了，就是用它来讲课，这个没问题，它都给你准备好了所以还是很方便的我回到刚才那一页改为分享回退就行，你对同一个 table OK 回来了，对，所以你看它18个级别，它每个级别的 PPT 都给你写好了，就还蛮好用的甚至还有中文的东西。然后呢，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看这边的 Teacher Manual， 就是教师手册，然后他会介绍什么是 Heidi他的目标用户是10到15岁的但是我跟 Felina 呢也说了，我说我现在不是10到15岁，我真的是18 plus 18岁以上的，但是这个18岁以上的不是科班学计算机的，而是那些这个文科小姐姐吧，他们对计算机有惧怕心理，但是用这个还是很友好的，就是不用太担心，就都能用上，它非常 friendly。然后如果你想加入进来呢，欢迎你加入到这个 Discord， 点击这里进入到 Discord 当然这个需要科学上网。进来了之后呢，你可以主动帮助来做翻译等等，已经有一些中文的这个志愿者了，可能是 Felina 的一些中文在荷兰的中国人的朋友吧然后他这里也有介绍一些，就是说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你才开始上这课等等，就这些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细看了我是没有彻底的看，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是个好东西，又是公开的开源的，欢迎大家来贡献，一起来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给这个世界吧。所以这个是我主要想给大家分享的。好 OK 好，感谢那么你提到过几次，就是这个作者首先呢他是教授他已经是教授了，教的呢都是大学生，但是呢他发现小区里头的这个初学的，就是他的大学生一般都是工科了，不像你面对的还是文科小姐姐那文科小姐姐事儿另外说。那第一个问题是啥呢？费里安，你反复说你是有跟他直接沟通过的，你是哪个渠道跟他沟通的？是 Discord 上吗？Discord 我登录进去了，但我平时用的少，所以我就给他发了邮件。是直接发邮件的是吧？OK 好那这个的确是有了。
就是我估计是有微软的这个经历之后啊，你也习惯用了邮件啊。那邮件是一种非常友好的优雅的这种异步沟通。你只要是这个就是格式正确吧啊，这个措辞这个叫郑重，人家外国人一般都会回啊。所以这一点我得提醒一下大家，无论你觉得这是不是大神啊，比如说就算是现在搞这个 AI 的这个叫温拿啊，你如果真的有一个具体问题，直接给他发邮件。人家就如果抽空的话，如果他没有空，那他的助理有空，如果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经典，一样会给你回的啊，这个非常好。那第二件事情是啥呢？就是他那个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你的这些就是你想教他们创业的都是文科生，文科生一般就是本科了，都是本科毕业左右的事，那都是还没有毕业，大二二大三，十二十大三是吧？那二十四五岁了是吧？有的时候也会有大一的，反正就18岁左右18到20岁之间吧。18岁对，反正18、9岁吧。那么对对他们的像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以前也碰到过啊，就是我那就之前搞网银去教他们去 Python 的时候呢，那还是理工的，人家好歹还学了 C，学了什么东西，跟这个对，文科生的反应是一样的。第一反应是啥呢？我能不能学会 Python？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后来碰了很多问题之后才发觉啊，他这个不自信的这件事情啊，跟他本身能力无关，是完全因为长期受到过家庭也好啊，或者学校的这个 PUA 啊，学校的嘛，教育是这样的，首先呢，一闷棍打晕你，你要认为你自己啥也不懂，老老实实跟着教材来学，你才能学会。可实际上情况早就不是这样了。比如说海底，比如说 Python，甚至于 Python 它的 Python 它这个语言你为什么觉得好用啊？我估计你也知道它这个Guido 的这个叫啥来着？这个故事，Guido 就 Python 的这个前身是 ABC 语言，ABC 语言本来就是为了幼儿园小朋友去设计的。如果 ABC 当初没有夭折，可能就替代了现在的 Scratch。就说 ABC 当年就他也是荷兰的，也是荷兰人，所以我很好奇，还有一个叫终身幼儿园，也是个荷兰人，好像荷兰这个低地国家，他们对于这个幼儿教育非常热衷，或者说对于这种教育的探索非常好奇的，就是那个费里安他那本书你是整个读过，你是读的那个英文原版的，对吧？对，对，他那个这个书我那个叫什么来着？豆瓣链接我也给大家给一下啊。那这本书呢是今年刚刚出了中文版，就是5月份刚刚上市的啊，程序员超强大脑。那这本书看完之后，就说是这本书促使你下决心推荐和使用 Heidi 呢，还是翻过来你知道了 Heidi 之后顺着杆找到了费里安，才找到这本书？这是哪个是先，哪个是后？我是对于编程教育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一直在关注国外有哪些编程教育的东西。我具体忘了是在哪里看到费利安的，就可能是在 YouTube 里看到视频啊，也可能是在某个平台上面看到了介绍了这个 Heidi 这个东西，我具体有点忘了。我是先知道他这个人，再去读了他这本书，对，然后再找到 Heidi 的是吧？然后再给他通的邮件，对对对。OK，好，那这个顺序就对了，否则你不会无缘无故去找着这个 Heidi 的。那么这本书对你来说，就是你现在去有信心啊，就是去为这个文科生去架了一个创业班啊，VC 这个创业班的话，那这本书对你最大的这个叫什么不叫感动啊，触动是在哪里头？就是让你感同身受，就是觉得一直你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位费里安给说出来的。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呢，其实我学编程语言都是就跟爬山一样，没有爬到山顶，然后就半途而废的。就是我是一个半吊子程序员，就是我不像您是专业靠这个吃饭的。所以呢，对我来说，就是程序这个事情蛮神秘的，就有好奇心吧。像学英语，我在本科的时候，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的国际贸易专业嘛，本科。所以我在大学期间我就把英语突破了，所以对我来说听啊读啊，尤其是听力吧，就在大学的时候听得懂英语对话，然后到后面就比如说现在看 YouTube 啊、Twitter 啊，包括看英文书啊都没有问题。原因就是就像爬山一样，你突破那个点了，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就变成习惯了，不会忘了。对，但是对程序呢，我其实没有那么了解，
我现在扮演的还是个产品经理的角色，我们为高校的创业教育开发了一些软件，因为我是有 partner 的，我的合伙人他是搞技术的，就是我把我想法，然后我们俩碰撞，每周开一次工作例会这样的，所以我对于程序这个事一直蛮好奇的，我并没有像您这么真正的去做软件，所以我读这本书呢，我就能体会到很多东西。体会到明白。所以他这个书呢，也是属于叫编辑的这个叫编辑的这个韧性啊。它原文呢是 The Programmer's Brain， 就是说程序员的大脑。然后呢，我们就愣把它加了一个超强大脑啊。实际上它是按照脑神经或者说教育学的方式把程序员他大脑里头一个结构给它拆出来了啊，所以呢，能让你觉得，就你所谓爬山爬到半中间，山顶是啥样的，那这费里安呢用你可以理解的方式给你叙述一下啊。其实呢，就说穿了，像你说的，英文呢，你呢是过了这个点儿之后，突然之间就有了自信啊，关键是自信，而自信呢，就是你可以全神贯注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刚刚说了，很多人他之所以就是在这个叫编程学习啊，或者编程过程当中很难全神贯注，原因就是在于啥呢？对失败，很多人其实特别是中国人对失败是零容忍，就觉得你考试不能考100分，你一定是比别人差。可实际上在编程里头呢，恰恰相反，就是按照比如说我现在，我们是乐于失败，就是说，对，最终肯定是能成功，这个是我们自信。但是过程当中不可能保证，也不应该每一次我的修改它都成功的，这个不科学，这不科学。那么，就跟所以就好比是画画一样，那个你看上去看的成品，看起来这个幅画上的每一笔都恰到好处，实际上人家每一笔改了不止千百遍啊。程序员也是这样。那么问题是，他们很多就是本科生为什么觉得自己学不会呢？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啊，你不一定非要套这个费里安的这个说法。就像你是英语，其实和这个 Python 它都是一门外语，只不过是什么呢？Python 都是语言，对，为什么都叫语言呢？都叫 language 嘛。那 Python 这门语言它运行的不是运行在人脑子里头，是运行在电脑上，由电脑说你对还是不对，对不对啊？但是语言呢是运行在听众你的脑子里头和别人的脑子里头。但是这个过程非常接近。就刚开始你学英语的时候，我背下来一个句式，我觉得这句话是这么说，结果真的跟外国人一说，人家听不懂。那这个情况不跟电脑里头，我觉得这行代码就是这么写的，结果输进去人就报错，一模一样的，对吧？所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自信呢是来源于，对吧？有非常多的这个叫例句，听着别人也是这么说啊，对吧？这个叫外国书，就是原版书上是这么说的，电影电视剧里头人家也是对话的，那你慢慢形成了这种自信，就觉得也是该这么说了。但是电脑里头呢不是，你不在电脑上，那么它的这个运行结果你是看不到的，同时它运行结果这些出错的呢也都是英文，所以本来照理来说，你如果英文过关的话，那么你无论学任何一门语言，它的这个报错信息都是越来越智能，越来越这个叫详细化。特别是 Python， 你比如说你一直吐槽的，我稍微写错一点东西，然后它就给你报错，而且报错哗嚓一下的好大堆。但是这么多一堆都是因为你去读，人家最后一段都告诉你了，在哪个文件哪一行第几个字符前后，你少给了什么东西。其实跟英文对话一模一样，就好比而且它是永远有耐心的。比如说你去国外超市里头说这多少钱，人家说听懂了，人家甚至于听懂了，但告诉你的这个多少钱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是这么说，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对话。所以你刚刚说的所有这些，包括 Hattie 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一个呢是建立一个渐进式，渐进式说穿到底啊，跟你的那个英文的学习方法你可以进行类比。渐进式的最根本的一个精神动力是在于哪呢？让大家接受自己的错误，允许你犯错。然后呢，每一次犯错之后呢，你能够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你有信心解决问题，你的自信心就上来了，就能够全神贯注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跟你的就是你认为你无能的这种精神内耗去走嘛。所以减少内耗。所以我之前去做这个网营，这个叫 Python， 这个之前叫 Python 训练营，后来改成叫编程思维训练营，都不叫 Python 了，因为 Python 它只是一个类似于像筷子呀、菜刀一样的东西，它是个工具。
嗯，我们用 Python 来呢，不是为了学 Python，是为了用 Python 去解决具体的问题。解决问题。后来是的，后来我发觉，只要是你初中毕业，其实所有人都会编程，因为编程思维里头最重要的几个东西，在我们以往的基础学科里都教过了。首先第一位的是什么呢？我后来发觉是语文，因为对，语文能力实际上是你能够有自信的，能够把你的思维进行一个结构化表述的一个能力。如果你语文不过关，那你不可能编程。我第一是语文想插一句啊，对，啊，费利安书里有专门提到，其实编程跟语文的关系比跟数学的关系还要紧密，这是不同的。对对对对，那肯定，因为数学这些细节呢，都已经给变成类库给你压缩进去了，根本不对的，在，已经在硬件层面，不在软件层面了。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物理或者化学课上教过的，就是做实验的过程。做对，实验它一定会有成功有失败，但是做实验之前呢，你一定要有试验手册，就是这一次我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一步它应该做什么，应该有什么反应，这个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证明是什么，如果是那样的，证明什么。这恰恰跟我们去设计程序、看程序的过程、进行调试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就说程序，就是因为程序它不像你教的这个叫自然编程，人家有一个智能能跟你对话。我们就是你现在 Python 也好，它都叫指令性语言。你必须嗯人告诉电脑它要去干什么。嗯，那跟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我得告诉我自己或者告诉我的小伙伴，我们这次做光学实验，对吧？做化学实验，第一步要干什么，第二步要干什么，一模一样。这也就是做试验或者规划，或者说先有计划，然后根据我们的过程去逐一去匹配到底哪出错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过程。第一，我们思想可以表述；第二，我们思想可以计数并且追踪；第三就是英文，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编程语言都是英文界面，纯中文对界面的话，包括 Heidi 也是一样，它里头也逃不了英文啊。英对对对，文你好歹过关，而且我说你如果英文只要是26个字母，能查字典知道这单词啥意思就足够了。它因为所有的编程语言它都不敢也不能，因为它逻辑性要求更强，而英文是一个逻辑性非常松散的一门语言，对吧？它主谓宾来来去去啊什么的，有很多种花招或者很随意的啊，反正自然语言都是这样。所以而 Python 呢，其实已经是所有编程语言里头最接近于自然语言的了，包括你刚才说的经常会出错的这个叫缩进这件事情。缩对，进这件事情在 Python 里头呢，恰恰就是因为它的文学性，就是在其他的语言里头呢，我用花括号啊，或者用 begin and 呀，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叫语法 block，就是语法块的区分。而 嗯，Python 呢，必须要用这个叫缩进，缩进其实就等于排版，排版其对的，实就是这些文章，就是我用这种视觉的方式让你看得很清楚，这一块跟这一块是父子关系啊，什么关系，而其他的话，你甚至可以压缩在一行。C 语言你去看哦，有一个就是每年有个叫 ICCC，就是世界最丑陋 C 语言比赛，就是一般来说呢，人家都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给压缩成一行，你人根本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但你运行很好运行，可能是一个图像，可能是一个游戏，可能一个是个啥，那其他语言都是这样的，唯有 Python 从一开始就逼着你你必须把你的程序写的足够的整齐、简排版，洁、漂亮，哎，这是它含在里头的。所以这个小朋友们没有经过就小朋友说穿了吧，他说的10到15岁还没有进行大量的，比如说诗歌的写作应用文对，的写作，作文的就是超过5000字的，他还没写过，所以他感受不到排版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但是绕回来，我们中国的这些，他就是包括你选择 Heidi 我觉得最大认同是啥呢？最重要的不是 Python，不是 Heidi，而是说它整个形式呢，让你没有压力，让你乐于犯错，让你重新建立起来。我可以跟自己对话，我可以跟世界对话，我可以跟这个服务对话。这自信心，这个自信心有了，一切都可以解决。就是以前您说的太好了，咔嚓一下，完了我就对的，僵住了，我这僵是是是住了啊，是，是，这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啊。好，那么一口气儿，你看你说了20分钟，我就补刀就补了10分钟啊。那现在的话，现在首先呢，这个我先进入下一个环节啊。就大家如果在的话，有什么想问我们的可以先问。那之前的就可以随时问。如果需要连进来的，也可以连啊。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比较早，我先看连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注释。
里头这个 StreamYard 的这个链接，用 Chrome 浏览器接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俩对话。那现在就是问几个问题啊。听完之后呢，就是在你的那个课里头，创业课呢，我现在明白了，就是 Heidi 呢，基本上是帮学生们呢，就是准备好，我可以正式开始学 Python 或者其他编程语言，这一个准备 Heidi 去完成的，对吧？是 OK， 这是一个走路的一个辅助的助步器吧。助步器还没开始走路的时候，好处是啥呢？它所有的这个叫阶段呢、过程啊，全都是由人家这个叫费利安人家之间研究的成果，不用你去再掏空心思再去组织了，对吧？对，好，那么那么在你的这个创业课里头呢，你是推荐他们去就是通过 Heidi 之后呢，推荐他们学哪门语言来支持他们的创业呢？我重点培养的还是产品经理，就是跟我一样，比如说会去做用户调研然后写产品的这个 spec 然后呢去画一些界面然后为什么要学一点 Python 呢？因为他还得懂一点计算机到底怎么干事情，所以不然没办法跟那个技术伙伴沟通，是吧？主要还是为了跟程序员去沟通，所以我并不是要培养程序员。对，不是，那现在我也看过一些这个产品设计方面的书，产品设计特别是他对进行用户调研市场调研的时候，现在也慢慢的开始向实证型发展，就是所谓的会进行大数据分析。假设他进行一个A/B test 用什么 test？A/B 就是 A 和 B 的 test。A/B test 那 A/B test 是你已经有产品了，A/B test。没有产品之前呢，进行用户画像的调研，或者说市场调研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股市的发展呢，或者某一个行业，对吧？我在这里的投入值得等等，这些都有数据。那这些数据分析的话，那么作为产品方面的经理，产品方面还是用 Excel 去手工分析呢，还是说直接还是去找这个技术人员帮你分析呢？我们的分析基本上是抓用户需求嘛。所以呢，是以当面访谈为主的，访谈是最重要的。那访谈的话，数量一般会有多少呢？我就问一个细节。对，这个跟你的什么产品有关比如说你是 To C 的产品，那需要50到100个人。那如果 To B 的话，你5到10个企业就够了所以也是明白了那这的确用不着这个数据分析我这里本来想引一个，就是如果现在一个就是那个产品经理还是习惯用 Excel 去分析数据的话，那现在呢，就是今年 Excel 里头已经把 Python 镶进来了，就是这是归豆退休之后回到微软他干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就算是产品经理，你到最后你用这个 Excel 你也躲不了 Python，OK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班呢，你这是再开的话是第几期了？我现在在讲的是第6期的学生，我们每一期有100个学生。那每一期大概有多少人呢？100个学生，我选出来的。100多人，那这第6期的话，那现在快1000人了，等于说从你这里出来的。没到1000人，几百人吧。对，有几百人那几百人就是像你说的那个叫什么校园 VC， 那你的愿望是多少？是1000个还是1万个来着？我们是要10年帮助100万大学生创业。100万个10年100万个。是OK 好，那这个不错，这个一下子100万个，这只有中国有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我们目前已经有将近10万人了但是我这个10万人呢是指的用了我们产品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开发了一个创业平台叫火总结，这个火总结的用户到现在快接近10万人了。然后火总结的用户呢，并不是所有的我都会去培训的，我是从这里面跟学校合作，学校会选拔人才，然后我要面试，一个个面试，我相当于在这里有一个提高班，我带的是那些提高班的人，就下面的基数是大的有一个目前有10万人用过。像那个 YC 那个什么 combination 那个孵化器一样对，每年能进 YC 的话也就10来个团队，可是围绕着 YC 公布那些标准再去努力的，那何止10万，对不对 ？OK 好对，OK 好那这个是一个可以长期弄的长期弄的。那么就是现在呢是找到了 Heidi 作为你们产品经理这个孵化或者说培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OK
不错不错啊，行。就是这一期开始才用海底，之前只试用了一期，才那六七个人是吧？对对对，之前我只是带着大家玩一下，然后呢，这一次。会比较严这肃的来用之后啊，那么因为我们今年的拍抗这里刚好也跟大家说一下，拍抗的话，每年的都有点拖拖拉拉，今年的话也是11、2月才能够举行。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过年前都举行都有可能。但是呢，估计一定这不会漏啊。就像我们疫情那么3年，它都坚持下来了。所以呢，就是今年我估计在进行拍抗的时候，你这一期班还没结束，对吧？我们11月底就结束了。啊，11不过月底就没关系，我都在线上的。我还想问一下，拍抗今年应该是要搞线下的了，是吗？对对对，今年能搞线下的了，关键是啊，就不像以前，至少是今年就是各个城市嘛，它线下大会都已经搞起来了。它一般来说今年也可能是线上线下混合啊，线下有大会，然后呢直播到线上啊，不像以前是录播到线上，现在的技术啊，什么东西都方便了啊。OK，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对，今天再提醒一下，今天的是 Jason 啊，Jason 想。作为这个今年拍抗一次主题的演练啊，事先说一下。那既然的话，到时候你这一期班就第2次尝试 Heidi 呢已经结束了，那么就可以增补上一些真实的这些叫学生的这个反应啊，以及对于 Heidi 他这个平台啊这个反应有什么，也可以跟费利安直接反馈，这就直接建立起来长期的联系了。毕竟中国人口这么大，那接着类似于你和我这样的这个推荐，用 Heidi 人也会越来越多，甚至于是啥呢？甚至于 Heidi 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助式的一个教学平台。那么不只是对你就是一种标准的用法。那么其他的学校如果看到了，比如说那个中学到高中，直接把它作为一个课外课程，直接给加到这个叫教辅的选修课里头，这也有可能啊。那么到时候费利安可能欢迎的，都很欢迎。我甚至可以邀请费利安到时候来参加咱们的拍抗，看他的时间了。对，如果他人来不了，远程都行，远程接入那个人来不了就远程直播呀、录播都可以。OK， 没问题，没问题。行，好，那今天的话，对我们每一次也是45分钟左右，那一口气儿啊，一口气儿就是这么就是连聊带看都基本上说完了。那现在基本上那就是下一个环节，最后一个环节呢，本来是念首诗的，后来觉得念首诗太那个文艺了，很多人搞不清楚。那么今天 Jason 呢，他以身试法啊，他建议呢一个快问快答也不错。对，这等于快问快答。就是对啊，快问快答，就因为之前都是我一个人单口啊，所以没有所谓这个快问快答。那好容易来个嘉宾，为了让大家对嘉宾印象更深啊，我这就准备了几个标准问题啊，3个，我一次就3个问题啊，你这个快问快答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啊，近期你看了一直在看书对吧？近期你看的书最推荐的是哪一本？为什么？我推荐的这本书呢叫无限机器，英文直译过来叫无限机器。我查一下中文叫什么，因为你看的是你看的是原文是吧？原文那你就直接打的那个，直接给到这个叫就对外的 comments 里头，把那个书名打进来就行啊，大家就知道了。好的，打进来。是 join the chat。Unlimited motion 吗？好像退出了吗？没退出。他是要让我用谷歌账号登录进去。那没关系，那你微信给我，加到我们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叫啥来着？这个就是节目内容的说明里头啊，正文说明里头也行啊。行，那你说，我打出来了 ，info 就无限机器这个接声音，看到吗？对，如果你在网上就豆瓣里头搜的话，它的中文书也出来了，叫《点对万物》啊。这个书我是推荐给很多学生的。它实际上是讲了一个19岁的年轻人叫维塔利克怎么创办了以太坊的故事啊。然后我们跟这本书还是有渊源的，因为它英文版刚出来的时候，我带着一些学生呢，在国内做了一些推荐，就类似于我今天推荐 Heidi 这样。然后我其中的一个学生呢，就去给这个作者做了实习生了。这个作者叫卡米拉，是一个在纽约的一个阿根廷人，他之前在 Bloomberg 做记者的，他就写了这本书叫
The Infinity Machine。然后这本书呢，现在已经是好莱坞买了版权，准备拍成大电影了。非常有意思，就是讲一群极客。那这是什么内容的书啊？就是一个类似于传记的吗？类似于传记，但是一种财经故事的写法吧。他讲了以太坊的这个创造的历史，就财经故事啊，就是一个创业史的感觉。对，就像《三国演义》一样，很好玩，《水浒传》类似于科技《水浒传》。对，科技《水浒传》OK， 好，那行。对，那第二个快问快答也是一样，也是问近期吧，我也不问最了什么。那么近期你看了这么多电影电视剧啊，最推荐哪一个？为什么？电影电视剧啊，我还是看的或者电视剧都可以啊。对，我还是看的这个比较多的是国外的吧，所以有一本就是纪录片，2019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啊，就是讲一个人叫做垂直攀登，那个电影中文名字叫什么来着？您知道就是讲那个徒手攀岩的那个纪录片是吧？徒手攀岩，对，这个这个纪录片特别推荐，徒手攀岩。OK 啊，对，这个徒手攀岩啊，对，他这名字叫啥忘了。这个之前我们公司搞团建的时候，老板也推荐这部片子，拍的真的是非常专业。当然，这个可能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啥呢？不是这位徒手攀岩运动家，而是说拍摄团队，因为拍摄团队他也得给他爬，才能把他的那个拍下来啊。OK 啊，那为什么推荐这一个呢？除了精彩之外啊，其实它跟创业是很像的。对很多人来说呢，创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对不对？但实际上呢，这个这个徒手攀岩这个运动员啊，他每天在脑子里都在想怎么去攀啊，所以呢，在他挑战成功之前，其实他已经准备了好多年了。所以对他来讲呢，外人看起来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事情，但对他来讲呢，还是可以接受的啊。当然前提是他也确实尝试，也有失败过啊，然后呢，反复练到一定的就高手的程度的时候，对他来说这个风险他是可以接受。明白了啊，这个就是所谓外人说的，你只有在人背后这个叫竭尽全力，才可能在人前的这个云淡风轻。你看这说的非常的意思。创业跟这个是一样的。OK，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样，那也是近期吧，近期你突然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食品，或者最推荐大家尝一尝的食品是什么？为什么？也没有说突然就是我姐姐去厦门旅游，然后呢买回来一种当地的糕，这种糕呢就是跟我们家乡，我是浙江嘉兴人啊，我们家乡的那种糕呢都甜口的，但它这个糕呢是咸口的，还蛮有意思的。不是什么糕有名吗？或者有形状啥的？你这我可能我厦门也去过，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啊？我回头就要细查一下，因为我忘了那个名字了。但是忘了啊，咸口的，它是脆的呀，还是绵的呀？就对啊，因为中国糕点梅子糕是那个米糕的，是黏的滑的那一种是吧？不是滑的，它就吃上去是咸的。我得查一下叫什么名字。梅子糕 OK 好，那为什么推荐这一个点心呢？就比较有意思，就觉得好玩这个东西啊。OK 好玩，也就是说这个梅子糕你是不打算把它纳入这个叫家庭日常储备，就是你也就是好玩尝一尝啊，就是不打算希望每天都吃一份，是这意思吧？对，倒不是说每天吃，但是我觉得这个让我感官上比较有新鲜感吧。对 ，OK， 好，行，那么也一样，这个快问快答呢，以往的这个其实都在综艺节目当中去叫啥来着啊，制造冲突、为难嘉宾的。那我们这个呢是属于聊天式性质的，这个叫直播啊，你也可以问我，没问题啊。那也就3个问题，不用太长，这都属于叫结束的这个这个娱乐了啊。好，你有什么想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是我来问你对吧？对，想问什么都可以。不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啊。对，不，此生最喜欢的一本书吗？还是最近啊？都行，就是看你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只能说最近了。此生最喜欢的，现在还真的是很难把它找出来啊。现在对呀，是看的书确实比较多。你如果是这么说的啊，其实呢随手捞一本就知道了。那比较喜欢的是这本，还是这本啊？这本。我是个怪侠
啊，我是个怪圈。为什么呢？为啥啊？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呢，是我曾经拼命用了7年时间看完那本书的一个后续。就是这本书呢是侯世达老师写的啊，侯世达我知道，侯世达你知道对吧？他呢是在他27岁的时候呢，就把他一生里头可能不是说一生里头，他最早成名比较早，他写的那个《极易币之大成》。我知道的。对，《极易币之大成》呢，他那本书呢写的太嗨了，就是对于这个叫读者的体验呢，并不在意。导致于那本书里头说的有关什么是我，或者说什么是人类的，什么是智能吧，说穿了，极币讨论的什么是智能。但是呢，大家被极币的那个形式啊和它里头的行文的各种各样梗给弄过去了，对于他想表达的意思都没 get 到。所以30年之后呢，他不得不专门为解释极币到底讲了啥写了本书，我是个怪圈。而这个我呢，不是指侯世达本人，而是指我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意识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本书呢还在读，这之前读了一遍，没什么感觉，现在直接干脆逐字逐句啊，每一章读完了发到 YouTube 上。读的过程当中呢，才发觉，哎，他这个书呢，很可乐啊，就说穿了，就是这本书啊，它的书名、它的内容、它的形式是高度统一的。就是他讨论的呢是自我是一个怪圈，反复不断迭代的啊，就像你说的。你说的这个叫什么了 ？Infinity Machine， 这个实际上是 Infinity Loop 啊 Loop。那么讨论的是我是一个怪圈，那它里头去怎么讨论这件事情呢？就是持续不断的拿这种很奇怪的这种循环的这种隐喻、这种事件、这种经历，一个一个主题去说，而所有这些主题呢串起来呢又是一个怪圈儿，这个有点像一种分形啊，完完全全没想到侯世达他从就是他应该说是从10几岁发现了这种表述方式之后，就是他里头有一章节把他14岁第一次写出来成篇的一个就是仿造对话的，就他把阿里士多德和这个还有那个柏拉图这2个人对话啊，也是个怪圈讨论意识。14岁他就发现这种形式了，然后到现在为止，你看这书这么厚。还是这么说，500多页还是一样的。所以这种书呢是啥呢？第一，它讨论的事情是所有人都逃不掉的，就是我到底是什么？现在的人工智能，ChatGPT 它的发现方向到底对不对啊？从我们的我们的人类发展，我们的这个叫技术发展啊，我们的这个思想发展，包括我自己的这个都有相关联。但是没想到他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去讲的，这个非常有趣，而且呢也足够有深度。读起来呢也是很绕，甚至于有几章你没法读，因为它的这个原文，它的这个叫意思呢，就是意义呢逐渐降解，从句子到单词，再到字母啊，不是到单词再拆分是到这个叫字源啊，就是词源啊，比如说 ocean 里头的肾呐，还是什么东西的，那这个东西，对吧？believer 啊 liver， 你这个东西翻译成中文是啥？所以它这里头翻译成中文，生生把这个汉字呢翻译的下面一行呢是这些汉字的偏旁，你说这咋念？就很有意思啊，意思。OK， 好，这个多说几句啊。好，这第二个问题，对您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个影视剧作品是什么？哦，最近喜欢的影视剧啊，其实就是愿意反反复复看的呢，也不是最近啊，这个应该说近10多年一直喜欢看的比较多的一个呢，我还准备做节目专门推荐一个，就是不能结婚的男人，是日剧，是一个中国来的外国的日剧，阿部宽演不能结婚的男人啊，他这个呢是14年。有一部还是11年有一部，对，不能结婚男人，他一共前后拍了2季，第1季最有意思啊，就是他为什么有意思呢？就是他应该说是把宅男啊，就是什么是宅男啊，他给所有的生活细节给你描述出来了，就是你在各个年龄段看的都非常可乐啊，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具体我不展开，因为我会专门录一个节目去分析这一部剧啊。OK， 好的，您最推荐的或者说您比较印象深刻的食物是什么？什么东西是食物，也是食品是吧？吃的东西，对对对，也是食品啊。那最近呢，不叫痴迷啊，最近常备家里头的呢是那个叫啥来着？是那个山姆会员店里头一款燕麦，燕麦。为什么推荐这个呢？每天都要吃的啊，就是早上起来，你想早上起来时间那么忙，你又要早餐又要吃好，又要快，又不会太费事儿。我试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早餐，后来没想到就是
燕麦片熟的，它就是拿开水一冲就行。但是嗯以往的燕麦片呢，要么难吃，要么要煮，要么怎么地的。但是山姆这一款啊，它名字叫忘了，但是它的配料呢很简单，就2个，配料表上只有2种，燕麦，然后呢是这个叫牛乳，没了。就是是冲它的泡的吗？山姆从澳大利亚专门引进的，它这个里头呢是，它这里头纯的呢就是燕麦，因为它是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纤维素啊，还是怎么地的，但是缺了一些脂肪或者怎么，所以他把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全脂奶粉就乳蛋白也放进去了，所以这个第一呢，它吃起来不是特别扎口，而且呢也是预熟的，那个开水往里头一泡，基本上是啥呢？就变成粥了，就变成燕麦粥了，啊，燕麦粥了。那么 OK，它就是不像其他吃的，反正一小碗大概也就是，这个大概5、60毫升，吃完之后呢，至少啥呢？就是 OK，你就饱腹感也不错啊，而且它整个呢是，我记得是你要是会员的话，70块钱一箱，一箱子里头好像有30多包，就一个月70块钱，你早餐怎么着都很合算。所以现在基本上每天吃，啊，是这样减肥吗？这东西啊，有减肥的作用吗？这应该有吧？因为燕麦本来就是减肥食品哦，它里头也不含糖，你知道吧？那它里头不我含糖，因为它配料表就2个啊，牛啊乳和这个叫那个叫燕麦，啥也没了，非常干净啊。好， OK，好，那我刚才说的那个梅子糕我说错了，应该是咸梅糕，我重新打字。你刚才咸梅糕搜了一下，我就说对， OK 咸的，啊咸的啊。我蛮神奇的，就是你可以体验一下啊，网上有卖。对对对，中国糕点比你这个叫西式糕点的这个太丰富了。比如说啊，你如果来广东，有一个叫鸡仔饼，你听说过也吃过吧？鸡仔饼，没有鸡仔饼没有，鸡仔饼小鸡吗？就是鸡呢，就是小鸡的鸡啊，仔呢就是小孩那孩子的，个仔啊，鸡仔饼啊。鸡仔饼里头的配料你可能想象不到啊。鸡嗯，仔饼的配料呢有2个，其中有2种配料，一种呢是肥的这个猪肉，肥猪哦，肉啊，不能是有瘦肉。第二种嗯，呢，它里头有那腐乳，就是豆腐乳啊。所以鸡蛋饼是什么口味呢？又咸又嗯，甜又鲜又油，好，就是你在别处吃不到。我头一次吃，我说这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呢？但是好吃，的确是好吃。所以中国有好好很多这种独创的这个调味儿，比如说这个叫是，四川的怪味豆，重庆的这个口水味儿啊，口水鸡它是一种味型，就是味道的这个型号、形态明白。啊、模型，就按这种配料，你可以一切的口水鸡、口水鸭、口水牛、口水胡萝卜都可以啊，等等等等。OK，好，所以这个今天是许从用啊，许从用是我之前莽营的这个学生，他说吉币没看懂啊，吉币的确很难看，但是它很好看那本书啊，而且没有再版啊，导致因为就是吉币旁的不说啊，这个我也推荐 Jason 看一下。你既然是搞创业，那么创业过程当中你想看清楚未来，实际上全是由社会由人去推出来的。想看懂对，社会，一定得懂人，人的智能到底哪里来的？包括现在 AI 创业，那什么是智能？GEB 其实说的就是事情。但是 GEB 好玩的是啥呢？因为它的内容太过于另类，旁的不说，它的中文版花了整整10年才翻译出来，就是2个很辛苦，博士生，生是从硕士生熬到博士生了，用将近10年时间，一封邮件跟这个侯世达老师呢去沟通，这该怎么翻译？我这么理解对不对？最后翻译出来非常非常精当，甚至于侯世达他本身侯是侯爵的侯，世界的世，达人是达人的达，侯世达这个翻译就是这个GEB当年他跟这2个博士生去沟通的时候，替他们商量之后起的，也非常吻合他的发音，也吻合他整个对世界的这个叫追求，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其实是绝版书，你找来才能看。OK，好，那今天因为直播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没有顾忌，就多聊了一下，聊了1个多小时了。那行，那今天先到这儿啊，先到这儿。好的，那谢谢大妈，给大家说拜拜啊，好啊，也好，很高兴，这是 Jason 到了 Heidi，好，那拜拜啊，我是大妈，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啊。OK，好，再见，拜拜，那我下播。拜拜。OK。